我真的没有时间了，你一定要听我的话，绝对不能再给他们打钱了。而且你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已经知道了一切，一定要假装你还想投更多钱，知道了没有？嗨，大家好，我是 Parker。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呢，叫做《人性的迷雾》。那这本书的作者叫做韩冰，韩冰是一位律师。那这本书里面记录了10几个韩冰在工作当中所遇到的各式各样的案件哦。他的上下建议是法律随笔，所以他的情节不会像我们之前讲的那小说一样曲折离奇、一波三折的那种。但是吸引我的恰恰是它里面一些小人物的故事，因为它里面每个案件的主角呢，其实都是生活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样的小老百姓。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它有很强的可读性。那今天我们要讲《人性的迷雾》里面的第一个故事，叫做骗与被骗。其实这是一个关于杀猪盘的故事。没错，就是因为最近的电信诈骗真的实在是太猖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杀猪盘的故事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反诈案例。那所以今天的视频前半部分呢，会跟大家来讲这个小说的这个故事，后半部分呢，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网上被骗钱的真实经历。就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很多年了，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无语，因为正好看到了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所以今天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后面的瓜很精彩。好，我们话不多说，现在开始讲故事。那故事开始呢，就是一片非常漂亮的山脉，长满了各种热带植物。这个时候呢，正好是雨季，所以呢，雨水落下来，整个山非常漂亮，就是一片很好看的田园风光的感觉。那书里这样写道：远远望去，密集的云山和橡树林中似乎分布着建筑物。5栋由钢筋混凝土组成的7层建筑被近5米高的围墙包围着，稍显违和地坐落在山脚下。围墙上布满了疑似通电的铁丝网，仅留下南北2个出入口用以通行。可以看到出入口还布着荷枪实弹的岗哨。这里是缅甸北部，与中国的云南省接壤。5栋大楼中的某一栋3楼，密密麻麻的格子间约有200个，将这本就不算阔绰的办公面积塞满。每个工位上都放置着好几部手机，相对的是负责操作手机的人。盛夏8月，气温已经不太友好，几台即将报废的2手空调早已不堪重负，压缩机发出的疯狂咆哮，似乎是这些机器渴望休息的呐喊。200多人挤在鸽笼一样的格子间，又湿又闷的工作环境让很多人面露倦色，恨不得时间过得再快一些，尽早逃离这该死的岗位。但王小猛除外，因为他今天承担了。此时此刻，王小猛紧盯着电脑屏幕拼命打，生怕自己好不容易钓上的这条大鱼再溜了。确信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他松了一口气，整个人瘫坐在他的椅子上，看着白寥寥的天花板，心想说：5个月。这是他来到这里的第5个月。那5个月前，我们的这个男主王小猛还不在缅北，他呢在中国广东的老家，每天一整个就是混吃等死的状态，就是每天呢也没有个正经班上，但天天就在家里想着怎么发大财，给天上掉大饼。就在这个节骨眼呢，他很多年没有联系的发小突然找上门，就跟他说：你天天在家瘫着也不是这么回事，不如跟我出国，我们俩想办法去淘点金。这个发小就说了，他认识朋友呢在缅北开中餐厅，随便转转就是1年几十万，反正我们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我们也去那边搞点事情做做。王小猛一听几十万这么多突然呢就有点心动了，想想也是，天天瘫在这个老家混吃等死也不是个办法，所以呢就动心了，不如就借这个机会跟这个发小出去闯一闯。好，2个人确定想法之后呢，就发小开始打点前面后边各种事情，准备出国的事宜。终于准备好行装之后，2个人先是一起飞到了昆明，再从昆明坐火车到临沧，最后包车来到边境的山野脚下。发小告诉王小猛说，车只能坐到这里了，剩下的路要靠双腿来走，翻过这几座山就能到缅甸境内，到时会有人来接他们。那到这里的时候，王小猛就打了一个问号，想说这个难道是偷渡吗？
出国不是应该正大光明坐飞机啊或什么的吗？怎么还一波三折？结果自己还要靠双脚爬山，就不能通过正规途径办什么签证入内吗？那发小呢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就是搪塞了几句。咱就是说，这个时候落在中国人骨子里面那4个挥之不去的大字又出现了，这就是来都来了。既然来都来了，都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了，已经到山下了，再走几步就能够出国的话，那要不就爬吧啊！王小猛这么想着，而且主要是因为想着那1年几十万这么多的钱，咬咬牙看钱的份上，那就爬吧。所以虽然他有了隐约的不好的预感，但还是来都来了嘛，就跟着他这个发小开始爬山。发小呢就打电话，打完电话之后，很快就来了2个人来接他们。4人上路之后，王小猛才明白过来，这2人是专门来带翻山偷渡的蛇头。他们呢熟悉这个上山的路，知道怎么个走法，也能联络上山那边的缅甸人。于是王小猛就跟着他们上山了。那么翻山越岭，各种很难爬的崎岖的山路啊，各种植物啊，恶心的虫子呀，经过了重重的考验之后，终于到了山的那一边，出现了一片铁栅栏。这个栅栏上呢，正好挖出了可以够人这么钻进去的这个洞。这2名蛇头就停下脚步，确认看着王小猛跟他的发小钻进这个洞之后，才按照原路返回下山。书里就写，钻过洞的哥俩刚站起身后，发现早已有几名缅甸人在此等候。王小猛大概能明白，这就是缅甸这边的蛇头。这就算出国了吗？这个时候他脑子里打了一个问号。就还没等他想完，这个时候2个缅甸人就冲上来，把他们这么一架，把架起来了。王小猛还没说你们要干嘛的时候，手机、护照所有东西清清楚楚全都被搜刮得一干二净。他和发小哥俩就被这群缅甸人直接架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大家都懂的，就是电栅园区了。到这里王小猛的预感算是越来越不好了。他刚想跟发小说，结果呢，没想到跟发小一句话还没说上，发小跟他就直接被迫隔离了。自此，王小猛就再也没有见到发小了，2个人彻底失去了联系，手机和身份证全都被没收，再被丢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王小猛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这是彻底进了贼窝了。那么以上这些内容呢，是王小猛到案之后的自述，大家觉得可不可信？那么书里韩律师就写道，他说，如果我告诉你在东南亚诈骗窝点工作过的这些人，归案之后几乎都是同样的说辞，不是被骗就是被迫，话术雷同的像是被培训过一样，你有什么感受？这些是否可信，是否真实，完全就是交给读者，就是交给你们来自行判断了。作为律师，如果有人问我信不信，我会告诉他可以信，至少在办案的时候可以，毕竟在案件事实存疑时，要采取有利于被告人的无罪推定原则嘛。总而言之，我们先拉回这个王小猛这条线。一眨眼被拉到这个园区已经过去了5个月，在这5个月里面，大家可以想象王小猛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他完全变成了一个诈骗工具。那么书里对于整个园区的这个培训流程做了一个详细介绍，我跟大家简单的捋一捋。首先，如果你来到这个园区，先看你听不听话，如果你不听话的话，就是上来一阵暴打，把你打到服为止。紧接着，当你认了怂之后，可以开始干活了。那么接下来这个流程就是看你把你分到哪个组啦。通常他们里面对这个电诈组会有细分，术业有专攻大致可以分为裸聊诈骗组、网赌诈骗组、刷单诈骗组，还有杀猪盘诈骗组。那么这个我们的男主王小猛被分到的是杀猪盘诈骗组。王小猛被分到很多手机，那么这些手机全都是有实名注册，甚至会注册很多实名的社交账号的。那么有人要问了，这些实名注册的手机是哪来的嘛？这个园区呢会通过各种灰色渠道去购买有这种实名认证的手机或者社交平台的账号，紧接着就会让王小猛这样的底层人员拿着各种照片PO到这些社交账号上面。那么王小猛根据组长的培训将组长分发的精英商务自拍、驾驶豪车的侧拍、打高尔夫的抓拍照片等等，按时更新在各个平台的账号上，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多金帅气且有生活气息的中年精英男士。那么有人要问了，这些照片都是哪来的？照片都来自于专门的偷图组，对，他们的工作很细分，专门是会有一个组负责是偷各种社交平台上面的照片。偷图组把照片偷来之后，再分给他们各个不同的组员。那王小猛拿到他的这个精英男人设就去往他的这个社交平台上 PO。
完成上面一系列的这个人设包装之后呢，紧接着就是要开始物色猎物，实施诈骗。为了提高成功率啊，他们的组长呢，或者是所谓的培训老师，都会对每个底层人员告诉他们什么样的人是适合成为猎物的。书里就写到，首先呢，组长或者是培训老师会告诉王小猛这样的底层人员，让他们快速去了解一些股票啦、基金方面的知识，来夯实他们的话术。但是有人要说，我学不会怎么办呢？没关系，学不会你就给我抄，给我背。其次，在寻找受害人的时候呢，底层人员就会按照上级的指导意见，专门去找一些喜欢在平台上 po 自己的奢侈品包包呀、什么宝马、奔驰呀，然后豪宅呀等关键词的这种账号，来锁定这些账号里的男男女女。锁定猎物之后，他们组长会对这些底层人员进行话术培训，教他们怎么提供情绪价值呀，怎么夸人才会显得不突兀呀，等等等等。通过以上这些步骤之后在社交平台上各种勾搭之后他们就引流到私域，来跟受害者进行1对1的聊天。底层人员会利用已经营造成功的精英男士形象，每天对受害人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在察觉到对方的情感空隙和弱点时，他们甚至会趁虚而入，与其确定恋爱关系。在长达几周的铺垫和烘托过程中，他们会假装不经意地透露自己的投资成功经验，有意对受害人进行心智上的占领和洗脑。在受害人彻底放下防备心后，底层人员会诱导受害人投资，参与投资项目。刚开始可能是几百块的尝试，受害人发现可以获得不菲收益，接着便是更大数额的进一步试探，结果依旧可以成功提现。直到受害人完全信任这个骗局，并投入大量资金后，诈骗团伙才会收网跑路，留下被洗劫一空的受害人。他们把成功盯上的目标受害人称为猪，培养感情和信任的过程叫养猪，而最后收网骗钱的行为自然就是杀猪。这便是杀猪盘的由来。可能就是会有人觉得这些受害者之所以能被骗、被别人杀猪，都是因为他们蠢啊，其实不是的，这里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很多人觉得我不那么蠢，我挺聪明的，我就不会上当受骗，绝对不是。那么书里呢，韩律师就写到了，我们不该苛责受害人，因为我们都有可能成为受害人。诈骗能够一直存在，是因为它能够准确利用人性的弱点。不幸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你没有被骗，或许只是还没有遇到那个为你而设的骗局。这句话我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故事的最后，我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的时候，你们就会懂韩律这句话的含金量了。那么总而言之呢，为了提高这个诈骗率，组长就是会无时无刻的在巡逻查看，就是底层人员和他们猪之间的聊天信息和进度。如果发现你在偷懒的话，那迎接你的又是一阵暴打。但是这一天呢，王小猛终于不用挨打了。他所杀的这个猪呢，也就是我们的女主呢，名字叫做李莹莹。受害者李莹莹40岁左右，她丈夫常年在外地务工，很少回家，所以夫妻俩就是天南地北的。那李莹莹本人是在一家厂里面当文员，平时呢有些小工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胜在稳定。那下班时间呢，她就喜欢刷短视频啦，或者拍一些生活片段啦，发到各个社交平台。那王小猛盯上她之后呢，就展开了猛烈的攻势，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获得她的初步信任之后，又把她引流到了私域上的社交软件，天天跟她嘘寒问暖啊，然后提供各种情绪价值啊，反正两个人就是好上了嘛。很快李莹莹就沦陷了，因为老公也不在身边，平常也空虚寂寞冷，两个人呢就谈得热火朝天。很快王小猛就把她步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跟她说，自己有个很好的投资方法，问她要不要试试呀，就是那套话术嘛。接着李莹莹当然就很心动了，于是她在王小猛的蛊惑之下，将她和丈夫打工多年积攒下的10万元积蓄全都投到了这个所谓的投资项目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再过半个月的时间，李莹莹就会对着这个无法再提现返现的账户发懵，然后爆她人生的第一次警。但是意外总是会发生的，怎么了呢？就是在这个缅甸电诈演去的这段时间啊，那王小猛过得肯定是生不如死嘛。因为这个诈骗团伙他为了谋取最大的利益，总是会无限压榨下面的底层员工。那如果有人不听话的话，他们就暴打之后会把他们再辗转卖去更心狠手辣的电诈园区。长期以往，大家的怨气都很深，总有人会想着在什么时候想着逃走去搏一命。那么这一次呢，机会很快就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不知是什么原因，园区的岗哨守卫力量出现了短暂的真空，
就这个瞬间，被心中积怨已久的底层人员敏锐捕捉了。他们纠集了大概数十人，发起了冲击。人多力量大，众人的冲击使得园区的风景彻底沦陷。王小猛也混在冲击的人群当中逃了出来。据说这段录像呢还被 PO 到了视频网站上，检索相关词条呢就能看到。那王小猛就一路狂逃，头也不敢回。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就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整个人还是懵的。但是逃是逃出来了，接下来呢？接下来刚往哪里走呢？他还是身在缅甸，他不知去向何方呀，因为他身上没有1分钱，他跳上了出租车，没钱，你寸步难行，怎么付钱给司机呢？而且这个地方他们的各种黑帮势力勾结，你去报警，搞不好又被拎回去，知道吧？还有很多黑警。之前我们讲那个重案检察官的时候，大家看到女主杨若薇这一系列经历，应该印象很深刻吧？所以这个王小猛他情况就类似，他不知道该去向哪里，他身上的身份证呢、什么护照啊，全都被没收了，钱呢也是1分没有。但是万幸，他在逃出来的时候怎么着？他顺手带了一部工作手机，就是这部手机啊，是他和李莹莹联系的手机。没有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他只能再联系李莹莹。王小猛就编了个理由，他就说，他下面的工人受伤了，他的银行账户转账受限，让李莹莹赶紧转他5000块钱救急。那李莹莹已经对他毫无保留的信任了嘛，什么都没问，立刻给他转了5000块钱。这个地方也画个重点啊，之后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总而言之，李莹莹的钱划过来之后，王小猛就立刻拿这个钱付给了司机，并且让司机把自己带到了就是中缅边境的入境口岸。是的，王小猛准备走正规口岸入境，即使代价会是因偷越国边境而被行政处罚嘛，但他也愿意接受，至少他可以安全的回到国内嘛。这样他实在没有信心在蛇头的带路下再走10几个小时了，万一蛇头也是跟下面的人串通好，那他不就是白逃一遭吗？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王小猛要入境中国的话，那他肯定会在边境收到各种盘查，所以如果他的这个工作手机他带在身边，里面有大量的他的这个诈骗信息什么的，无疑对他来说就是个定时炸弹，所以他必须要在到达这个入境口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全都处理掉。但是这个时候他迟疑了，他犹豫了，他总觉得有什么事情他还没有做。这件事情是什么呢？书里就写道，是李莹莹毫无保留的信任让王小猛的内心有了一丝触动。他终究不是一个无情的诈骗机器，这次倘若不是李莹莹及时伸出援手，付不出车费的王小猛或许也会被本地的司机再次卖到其他诈骗园区。一想到这种可怕的后果，王小猛心有余悸。在出租车开往边境口岸的路程中，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在所剩不多的时间内尽力帮李莹莹挽回损失。所以呢，他立刻登录了所有的社交账号，几乎是以这辈子最快的打字速度拼命的发消息，将整个故事的整个骗局的来龙去脉全都一五一十的全盘托出，告诉了李莹莹。他几乎是歇斯底里的跟李莹莹说，你绝对不要再继续打钱了，并且强烈叮嘱他说，不要表现出你已经知道真相了，你绝对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已经知道所有的事情，你要装作不知道，这样你才能有机会把已经进去的钱再捞回来。他告诉李莹莹，必须在剩下的投资项目到期返现之前，稳住即将接手他这个受害人的诈骗团伙。李莹莹整个就听懵了，就是他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么海量的信息，因为在半个小时之前，这个人还是跟他在网上你侬我侬的网恋对象，怎么突然间一下子就变成一个什么骗子，变成什么在缅甸逃窜，变成这个那个的了？他只是木讷的回应说，都是假的吗？这一切都是假的。这个时候出租车已经要到达口岸了，王小猛根本没有机会跟李莹再说这么多了，他的手机必须处理掉，他的账号也必须下线。王小猛向李莹做了最后的告别，我真的没有时间了，你一定要听我的话，绝对不能再给他们打钱了，而且你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已经知道了一切，一定要假装你还想投更多钱，这样才有可能把钱拿回来。很快就会有人接受我的账号，到时候你一定要装出还想往里面打钱，知道了没有？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瞒住他们啊！你回国之后我还能跟你联系吗？你能帮我吗？王小猛愣住了，理智告诉他，他不可以给出自己国内的联系方式，因为这些账号都是实名认证的，一旦出事，公安机关一定能够顺藤摸瓜找到他。可是人终究是很难遵循理智的，王小猛真的很担心李莹莹被诈骗团伙干穿，怕他为数不多的积蓄全都付诸东流。终于情感战胜理智，王小猛心里最后的一丝善良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最终还是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给了李莹莹。所以后来大家猜怎么着？正是这个一念之差，才让王小猛和我们的作者韩律师
隔着铁窗后面有了见面的机会。那么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之后李盈莹还是跟警方报警，才让王小猛被抓住的呢？李盈莹后面并没有报警。回国之后的1个月呢，王小猛就是通过网络事无巨细的帮助李盈莹和这个诈骗团伙来周旋，教他如何稳住内核，然后把钱一点一点再套回来。最终呢，拿回了所有他原来投进去的钱，所以李盈莹也没有报警控告王小猛。那这个王小猛的诈骗行为是如何被发现的呢？原因就是在于李盈莹她后来拿回来的钱其实是其他受害者的钱，因为诈骗团伙它没有合法的结算系统，出金入金都是以购买来的商户银行卡或自然人银行卡进行的。所谓的这些投资项目爆雷之后啊，境内的受害者他就会向公安报警嘛。那么报警之后，警方就会去调查这些涉案账户，最终呢排查出，这些钱款全都流进了李盈莹的账户，所以就盯上了李盈莹。那么警方把李盈莹带回所里进行盘问之后，李盈莹这才说出了他过去的这些事情。因为李盈莹她其实没有故意犯罪，且没有实施犯罪行为嘛，所以当天做完这个笔录就被释放了。但是因为王小猛和李盈莹这1个月的高密度的联系，因此呢让他进入了警方的视线，警方就锚住了王小猛，所以呢就把他抓了回来。那王小猛到案之后啊，他坚称自己除了李盈莹的这10万块钱，他没有做过其他的案子。所以呢，韩律就在书里写道，这种涉及境外的电信诈骗案就是这样，客观证据难以搜索，所有的涉案记录原始载体都在境外，甚至已经被销毁。很多时候办案机关即使抓到了嫌疑人，也难以准确查清嫌疑人的涉案数额。王小猛这起案件好歹还有李盈莹这一单能够有确定他的涉案金额，其他的很多案件甚至难以证明嫌疑人在境外实施了电信诈骗的行为。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书里这样写道，面对这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制定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该司法解释第3条明确规定，有证据证实行为人参加境外诈骗犯罪集团或犯罪团伙，在境外针对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1年内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或多次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60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证据证明其出境从事正当活动的除外。通过上述司法解释，此类电诈案件取证困境得到了一定缓解。也就是说，虽然没有实锤说你证明你骗了谁多少钱，但是如果你在某个特定时间内多次往返到境外的这些诈骗窝点，也可以想办法定你的罪。那么这个时候轮到我们韩律出场了。韩律呢，他是接到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去作为这个王小猛的免费律师。那么他知道这类境外的诈骗案件的辩护空间其实不大，对于这个起诉书的指控呢，这个王小猛也没有异议。但是有一个细节就引起了韩律的注意，书里就写道，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案件已经被公诉到了审判阶段，但王小猛尚未有任何退赃赔赃的表现，哪怕1分钱都没有。我觉得这多少是个机会，便以此着手与公诉人和审判长进行量刑上的协商，最终换来的方案就是主动退赔6000元，可以将量刑建议上的羁押期减去3个月，也就是有期徒刑1年3个月。也就是说，你赔6000块钱，你少坐一会儿牢。那么对于这个王小猛来说，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了吧？但是更大的问题出现了，这个什么问题呢？法律援助中心之所以会指派免费的律师给这个王小猛，就是因为他家里人没有给他去请付费的辩护律师。那他家人没有给他请付费辩护律师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家人压根就不知道他在搞这一出。王小猛从头到尾都没有告诉过他的家人他在国外这个缅北搞电诈这个事情，所以他也拒绝民警联系他的家人帮他去找律师。当然了，那也是几个月前的事情。现在呢，王小猛已经在里面关了一段时间了，人也老实了，他对自由的渴望也到达了新的高度。所以呢，听了韩律的意见，决定联系家人，问能不能出点钱，减减刑期了。那这个时候高潮来了，
韩律就打电话给王小猛的妈妈，因为他父母早年就离异了，他一直是跟他母亲生活的。书里就写道，我本以为事情到这一步不会再有波折了，但意外总是如期而至。我先把电话打给了王小猛的妈妈，我向他告知他的儿子因为涉嫌诈骗被羁押于某某看守所，正在一审审理阶段。现在如果主动退赔6000元，可以减少3个月刑期。我尽量把法律名词说得通俗易懂，让对方能够明白。但我把这些话讲完之时，心里突然生出不好的预感。怎么着？这也太像电信诈骗了吧，咱就是说，可笑且更可悲的是，对方王妈妈的想法跟韩律的想法是一样的。哎，谁家妈妈接起电话来，听到电话里有人说，哎，你儿子在外面电信诈骗哦，现在赔6000块钱，他就可以少坐会儿牢，哪个妈会心情很好呢？不会有妈妈心情好的。所以可想而知，韩律得到了一顿痛骂。王小猛的妈妈在电话那一头对韩律的全家进行了铺天盖地的热切问候。虽然这个过程当中，韩律师一直想要解释嘛，并且表示自己可以把律师证啊各种证明给对方看，但是对方根本就不听。王小猛妈妈挂了电话之后呢，韩律再想打过去，发现被拉黑了。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书里就写道，电信诈骗的被告人因为电信诈骗太猖獗，错失了减少刑期的机会，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因果呢？总之，韩律不得不又来到看守所，跟王小猛说了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王小猛也没招了，那么韩律就说了，要不试试别的亲人吧，要不联系你爸一下。王小猛说，他父母离婚多年了，父亲从小就没有抚养过他，现在他也不抱希望，但是死马当活马医，总得试一回啊。于是韩律想办法联系上了王小猛的父亲。那么他爸爸听完全程之后，表示的确是挺惨的，但是自己呢爱莫能助，只能让王小猛自求多福了。所以呢，最终呢，这个钱没出来，没有主动退赔的情节，那么这个刑期当然也就没有减少了。最终呢，法院认定王小猛他有诈骗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那么一审判决之后呢，韩律有再去看过一次王小猛，隔着这个铁栅栏，他在临走的时候突然问了王小猛一句，你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有没有一点后悔自己当时把国内的联系方式告诉李莹莹？迎接他是漫长的沉默。王小猛很久都没有回答，直到最后韩律师起身要离开的时候，突然听到背后响起王小猛的声音。王小猛抬头说，认真想想，我不后悔，因为至少现在在看守所里面，我晚上可以睡得着觉。那么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啊？在这篇故事的最后呢，编辑有和韩律师说能不能补充一点反诈小技巧，但是韩律师说，我想了想，没有反驳他，也觉得确实该补充点什么，但不是所谓的反诈技巧。电信诈骗最可怕也是最可恨的一点是，他们只做筛选，从不说服。意思就是他们不会尝试说服那些一眼就能看破骗局的人，他们只会快速放弃这个不可能承担的非目标客户，迅速寻找下一个可能上当的人。从概率学上来看，他们总是赢的一方。那这里就不得不跟大家说我自己的这个故事。那么以下故事全为本人的亲身经历啊。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陷入了非常重的自我怀疑，就觉得自己怎么可以蠢成那样。这么多年之后再回头看，我发现老天要我经历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想要给我上一课。到了现在这个节骨眼，我才明白这些，但是当时那个当下，我是完全陷入自我怀疑的。我现在说出来，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帕克你怎么会连这个都相信啊？但是在那个当下，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个骗局。这个事情发生在非常多年前，就是我那会儿大学刚毕业，我大学刚毕业那段时间不是白天工作，然后晚上写小说嘛。当时有在一家室内设计公司做 marketing， 就是会帮设计师他们做好了那些竞标方案，我去做那些英文的 presentation， 去竞标各种客户，就是类似这样的感觉。然后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我受骗上当的这件事情是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发生的，并不是公司人骗我，是某天呢我在公司上班摸鱼的时候呢，突然QQ 当时还用 QQ 嘛，就弹出了一个对话框，我一看呢是我的一个
高中同学，这个同学他很久没有联系我了。高中的时候我们关系还不错，然后我想说，他有什么事情来找我？他就说，你在吗？你最近怎么样？我说还不错啊，我们就开始寒暄一下嘛。然后就聊了没几句之后，他说我现在有点困难，就是你不方便帮我，就是什么游戏卡里面充500的值，因为他在玩这个游戏，但是他现在反正不方便充还是什么的。他说你充完之后过会儿我给你。然后我当时觉得有点奇怪，我的感觉就是说他从来不开口向我借钱，然后他也很少向我帮忙，我就觉得说他来找我肯定是因为他已经没人可帮了。我就想说只有500块钱应该也不是很多吧，重点在于我其实不是很会玩游戏，所以我也不懂游戏充值到底是怎么搞的。我就说怎么弄呢？他说你很简单，你就去淘宝拍一个链接就行了。然后我说哦好吧，我想只有500嘛，那我就给他拍了。于是我就去拍了，拍完这个链接我说拍好了哦，然后他说哦好谢谢你，我等会儿回去就给你。又聊了没几句之后他又说你还能再帮我拍一个吗？又编了一个什么理由我忘了，因为时间真的太久了，反正意思就是说我回去等会儿一起给你。我心里想说反正已经拍了一个了，那再拍一个500也行吧。然后就又给他拍了一个链接，又是500，已经1000了。反正他大概是看我比较好骗吧，就来来回回我帮他拍了大概快2-3千了。后来我就觉得奇怪，这个游戏怎么那么就是烧钱，你知道吗？我也不懂，但是我因为比较相信这个朋友，我就觉得我想帮他，所以我充都充了，那就帮他多充点吧。但是呢，他就是1次2次，就这么搞了好几次之后，我的问号也越来越大之后呢，突然间当时呢，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就路过我的办公桌嘛，因为当时我们的工位啊也是这种格子间。那个女生她是个人事部的女生，就是比较机灵，你知道吗？我真的因为我的出场设置就是一个傻白甜，我跟你们说过了。我跟你讲，这个性格是非常危险的，就是你会觉得全世界都是好人，你的世界不存在坏人，你不会觉得有谁在骗你，知道吗？大家不用担心，我现在已经是黑化了的，我现在是黑化的版本，我现在是钮呼噜 Q。当年我并不是，但也是因为受过这么多次骗，所以我才能黑化成现在的钮呼噜 Q。当时我是完全不知道的，就这个女生从我身后路过的时候，她在看我，她平时是一个比较八卦的女生，她喜欢看别人电脑，她说你在干嘛？她就靠过来一看，然后我说哦，我一个朋友，他是让我帮他把那个给他游戏里面充点值，我才刚讲完这句话，那个女生就说啊充什么值？我就说他说什么淘宝啊游戏啊什么充值，就帮他拍链接就好了。然后我那个同事当下就是眉头一皱说你可别充啊，你已经充了吗？我说我充了。我说你充了多少？我就说我大概充了小几千。然后那女生就他说这个是骗子吧。然后我说怎么可能？我当时就心里咯噔一下，我说怎么可能？我说这个是我朋友自己的 QQ 啊，因为名字也是他，然后呢头像也是他嘛。结果那女生就说等，她说你有没有打过电话给你朋友？她这个话一出，我当时就脑子轰的一下，我说没有。我说我没有，我想别人好不容易就是找你帮忙，然后你还磨磨唧唧，就显得你很小气，你知道吗？她说你赶紧打电话问你朋友到底是不是他给你借钱。我心里想好像也对，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拿起电话就打给我朋友嘛，电话刚通我就说喂，我那朋友叫张什么什么，我说那个你在 QQ 上问我借钱什么，我就把那个说事情嘛，然后我朋友就说我 QQ 被盗了，那个不是我当时就整个觉得天大了，我说那个人不是你，那是谁？他说我不知道呀，我刚才很多朋友联系我呢，我在跟他们说不是我呢。后来我说不会吧，我说我把钱打给他了，然后我就把刚才发生的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然后我那个朋友说你怎么他说什么就给他打钱？我说我以为他是你呀，我想你问我借钱，那我肯定帮你充啊。然后我朋友说天哪，然后就这个时候我整个人已经不知道世界在干嘛了，我就觉得自己怎么会如此之蠢，我怎么会不打电话跟我朋友确认一下，我怎么会蠢成这样，我怎么会这样把钱给打出去，就无数的质疑就像我排山倒海的涌来，然后就被自己蠢哭了，就当下就是在办公室里哭出来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在会议室打的电话，然后就在会议室里面边哭边打电话，就是当下这是被自己气哭的，觉得自己无比之愚蠢。然后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局呢，就是钱呢肯定是没有拿回来的，我朋友把他那个 QQ 号拿回来之后，这个骗子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而且他们是通过那种让你去拍淘宝链接的方式，所以你的钱当时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忘了他是怎么运作，因为时间真的有点久了，我记不得了。最后呢，我那个朋友把我约出来见面，把钱还我，因为他觉得我是因为相信他，看在他的面上把钱借给他，所以他觉得是我的信任导致了
我的这个损失，所以他觉得他有义务把钱赔给我，还请我吃饭。那我这个朋友真的挺仗义的，我觉得他人很好，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他那个头像闪起来问我帮忙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人家都找你帮忙了，然后你还在磨磨唧唧不帮，所以这是我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不论什么样的人，你再相信他，或者你觉得他再好，但是你如果真的确定要借钱，你真的是要电话确认，或者是当面确认对方是来跟你借钱这件事情，不能像我傻乎乎的，就是碍于面子，觉得说，要爽快一点，所以什么都不确认就把钱打给别人，这样的错误是绝对不能发生的。然后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后续的版本，就是当时我记得我在会议室里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被自己气哭了吗？然后我当时的老板从那个会议室路过说他在干嘛，然后其他同事我在外面说他被人骗钱了，然后老板就说赶紧把钱给他，就让那个女生给了我一个大红包，就是叫他不要哭，就叫 Parker 不要再哭了。我那个老板也是个很仗义的老板，他纯粹可能就是觉得一个小姑娘被骗钱了，然后他看不下去，然后想要把这个钱给我。虽然这个事情跟我老板完全没有关系，我还在上班摸鱼被人骗了钱，但是我当然后来没有要那个钱了。但是你也不能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而是你知道了通过这件事情之后，你身边还是有很多善良的人了，包括我的那个朋友，包括我的老板。但是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就是我始终没有办法相信为什么我会那么愚蠢，你知道吗？在那个当下，现在讲起来感觉是个笑话，但是在讲的那一个瞬间，我丝毫没有完全的去怀疑这个事情。我后来回想这一切，是因为其实当年的整个大环境下，并没有像现在的各种反诈宣传做的那么多，因为现在我们大大小小的新闻看了很多了，可是在那几年，其实是刚刚诈骗兴起的那几年，还没有这么多关于各种电诈的或者是网络诈骗的这种宣教。而作为一个刚出社会的傻白甜，不知人心险恶了，所以真的是踩了非常多的坑。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到韩律在故事的最后写道，他说很多人说诈骗利用的是人性的贪婪，而我不这么想，不仅是贪婪，还有恐惧，还有欲望、空虚、孤独等，我更称之为是人性的弱点。是否会成为电信诈骗的受害者，从来无关乎学历、见识、社会地位、财富、资源。就仅我所知，被骗过的律师、医生、大学教授不在少数。是否会成为那个被选中的倒霉蛋，很多时候只取决于你在接到电话的那一刻是否能够招架得住他们的心理战术，往往只是一瞬间的心理防线空虚，会导致你的全线溃败。就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非常有感触。不是说有的人觉得反正我不贪钱，那我就不会被骗，就不是的。你像我的这个 case， 我也不是想要跟人去搞投资，我也不是跟人谈恋爱，我纯粹可能是朋友找我帮忙，我觉得我想帮忙他，利用我对朋友的这份友情，他去实施这个诈骗。那在很多 case 里面，可能还有是有的小孩在海外留学，然后冒充留学生，用父母的爱去诈骗他们这个钱。有的 case 可能像杀猪盘这个 case， 是那个女生她自己很空虚想谈恋爱，利用她的孤独去诈骗她的 case。就是只要你是个人，你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弱点，但凡他们侵入了，他们海撒网了，正好击到你这个点了，那你就完了。你说骗我的那个在 QQ 上的人，他可能给我那个朋友所有的 QQ 好友，他全都发了这个消息，他发了很多人。我那个朋友跟我说，他的 QQ 列表里面就是这么多人里面有2个人被骗钱了，一个是我，还有他另外一个朋友也是被骗了，那个朋友也是很相信他。所以你说他发了这个几百个人里面，那我中招2个，那我也是中了呀。他们做的是筛选，并不是去说服，没有说服。比如说那98个没被选中的人，你借我点，然后我怎么样，不肯借他就直接拉倒了。看你肯借，所以他第一次看我打钱那么爽快，他就知道这个人好骗。于是还有第2次、第3次、第4次，然后就利用那种都打了这么多了，一起会还了，他就无限这么套娃下去。那你说我当时也好歹是个大学毕业生，好歹也是在公司工作的白领，你也不是个什么很无知的人，你怎么会相信这个骗局呢？所以它无关乎你的教育背景或怎么样，真的只是你每个人都有个点，你要是被他们捞中打中那个点，那就是不行。那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故事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虽然说我身边的人对我还是很好，我朋友把钱赔给我的，我老板还要再给我一笔钱，我并没有真的让我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但是让我觉得非常难受的是，我对于人的这种信任其实是会被人利用的，这让我觉得非常痛苦。其实在那一段时间，就是刚出社会的那段时间，从大学的这个象牙塔，从一个单纯的
读书人进入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时候，那几年其实遭遇过非常多这样的事情。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强调一定要尽早的社会化，因为你是逃不掉的。社会化它并不是一件坏事，就是你当下可能会觉得很痛苦，因为很多事情你看不懂，然后你经历很多你觉得让你看不懂的事情，但是回头再看，我觉得这些事情可能都是宝藏。就是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一次被骗的经历，可能我后面还要被骗更大的。小亏不吃，你得吃大亏。你小当不上，你得上大当。就是人呢，他总得有过那么一次经历，他自己呢才能长教训。有的时候我们都看别人觉得，哎，自己不会，但是呢，就像韩立说的那样，就是还没有等到你的那个坑，知道吗？就每个人他都会有自己的课题，都会有自己的那个小报应在。这件事情就教会我，但凡涉及到金额打钱的事情，你脑子里就得上根筋，就得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真实的人。因为哪怕像现在这个大环境，AI 也很发达了，就是你打视频电话接起来电话对方那个人，你都不确定是不是本人。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更是要心里有一个防线，涉及到金钱财务方面的东西，脑子一定要清晰，好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想要做这样一期视频，告诉大家反诈的任务任重而道远，不要觉得这件事情离我们很远，其实我们身边有非常多这样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再警惕。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了，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期的感想觉得怎么样呢？那人性的迷雾里面还有很多其他我觉得不错的小案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看呢？如果想看的话可以 Q 我，那如果有想看其他什么故事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那我是 Paco， 我们下个故事里的精彩世界再见吧，拜拜。